将我阻挡，胸腔里面澎湃沸腾的滚烫，要让世人记住我的模样。是与非，错与对，击溃或被击溃，一命相搏不后悔。逆境突围，无所谓擂台上对手是谁，要成为堕落大陆的光辉，浮生梦萦随刻不痛快，一回怒与狂雷，灼伤我到人都只更纯粹，再狼狈也笑着不肯后退，作为英雄一生成灰，伤痕累累也能斩断宿命的轮回。我命太苦了。站住！平常女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！流氓！胖子说有许多魂师在此训练，怎么我们一路走来一个人影都没有？你看，这车辙应该是运送盔甲的马车留下的吧？哎，会不会有诈？我推测这座武魂殿已经是一具空壳子了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吧。胖子的杰作，这里被清扫过，看痕迹，火势没有把东西都烧完。他们难道是因为胖子的出现才坚决离开的？他们没有满城寻找胖子，却将整个武魂殿搬空，太反常了。我估计他们就是无暇顾及胖子。找胖子会合，明日一早我们就禀报父皇。胖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胖子，你被人占便宜了？我这不是帮你们拖延时间吗？门口那帮小崽子太难缠了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跑，追来了！走，走。胖子扮女装看来颇有魅力啊！别说话。唐楼，再去请二位长老。是，不必了。我们来了。唐三，见过二位长老。晚辈。宗主，为何将一个外人放进宗门？难道昊天宗现在什么人都可以进了吗？小三继承了昊天宗的血脉与武魂，不是外人。宗主，一个罪人之子根本就不配站到这儿，昊天宗不欢迎你，还不快滚！宗主和长老在说话，你上前插嘴，昊天宗是没有规矩了吗？唐虎作为宗门的首席弟子，他说出了全宗上下的心声，何错之有？宗主，赶紧将这小子赶出去，免得脏了昊天宗的地。晚辈理解长老的愤怒，我愿意替父亲赎罪，只希望宗主还有长老们给我一个认祖归宗的机会。我想，这个足以代表唐昊的本意了吧？龙骨，这是唐昊身上的，他死了？不，这是他活生生从自己身上剥离出来的。毕竟是老宗主的儿子，看来他一直对宗门心怀愧意。
这2块魂骨乃宗门至宝，现在交由2位长老保管。等今后找到下一任宗主的继承者，或者有对宗门有杰出贡献的弟子，再授予这2块魂骨。哼！如果不是唐昊执意跟一个魂兽在一起，老宗主怎会骤然离世？我的独子和那些年轻的弟子们，又怎会因为对抗武魂殿而死？巍巍昊天宗怎会因此事隐世凋敝？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唐昊而起，我绝不会原谅。就冲你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，就算是还了魂骨，你也别想回宗门。更何况，你还是他和那个孽障魂兽所生的杂种。三，不得放肆！杀神领域，您可以对我不满，但您不许侮辱我的母亲。七长老，我向您挑战，虽死无怨。你要挑战我？不错，要是你输了，就得向我的母亲道歉。荒唐！你也配挑战我？年轻人可以有傲骨，但不该傲慢无礼。你年纪轻轻就要挑战本宗长老，你这是在藐视昊天宗吗？2位长老何必跟他废话？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就交给弟子来收拾他。只要我击败了昊天宗的首席弟子，是不是就有资格向您挑战了，七长老？如果你能活着，我便接受你的挑战。好。好，64级强攻系战魂地，请。唐三，59级控制系战魂王。昊天锤武魂，怎么会是控制系魂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双生武魂，没错，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双生武魂。双生武魂再加杀神领域，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。呀！天赋领域，这是他母亲安莹留给他的。你的确很强。
自认不会永远输给你。你我将来再战。恭候。七长老，不知我现在是否有资格挑战您了？为我穿上。七长老，这可是师兄唯一留给您的东西了。穿上。我儿当年就是穿着它，战死在武魂殿手下。今日，我就要他看着我是怎么来教训唐昊的儿子的。既然老子不回来领罚，那就由儿子来领吧。如果您输了，我希望您能收回之前侮辱先母的话，还有认祖归宗的事情。我希望几位长老都能够同意。父皇，这位就是我的朋友马红俊。你好。根据他提供的线索，昨晚我们悄悄潜入星罗城武魂殿，那里却已是一具空壳，盔甲、魂师、菊斗罗都不见了。此事定有蹊跷，儿臣担心他们对星罗图谋不轨，还请陛下详查。灵猫公爵早就调查过此事，我说过，你们只负责修炼，还轮不到你们插手国家大事。父皇，儿臣担心此事与之前天斗魂师失踪一案有所关联。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。就算他们有阴谋，也并非针对我星罗。在星罗境内所有城市的武魂殿现在都是空壳，里面的魂师都已经悄然离开了。离开了？去哪儿了？哦，请问陛下，他们去向何处了？天斗。武魂殿该不会是想……他们想什么不重要，只要与我星罗无害。父皇，这事我们不能不管。两国相依，唇亡齿寒。如果武魂殿真的对天斗举兵，星罗恐怕也无法独善其身。唇亡齿寒，还是黄雀在后？你真的是毫无长进。武魂殿虽然很强，但天斗也不差。与其参与其中，不如作取渔翁之利。难道陛下就不担心？够了！虽然竹青你已经达到了6环魂帝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当时的赌约是你2人一起所立，谁也不能违约。在担心别人之前，先做好你自己的事情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定会尽快修炼提高。你记住，如果你达不到的话，就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，更救不下戴维斯和朱竹云。退下。儿臣先行退下。臣女告退。红俊告退。派人盯着慕白竹青，不许他们再出宫。是。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什么太子太子妃，还没我这10口百姓活的次子。这个皇宫与我发组合，我要走了。还有，给胖子，这里不能乱说话。我说个话也犯法。这里到处都是陛下的人，只要你进了宫，就已经被盯上了。啊！你去投诉他们，我去写信。啊！什么？难道星罗大帝会限制我的自由？你说对不对？那倒不至于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好吃好喝的，还是能管着你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我是天斗子民，国家有难，我是不是不能在这里吃吃喝喝？而且我还没有谈过恋爱。
我还没有完成过我的梦想，我还没有为史莱克学院争光。你呀，还是踏踏实实陪我和慕白修炼吧。说得对。我只使用4成魂力，若你输了，我便废掉你的昊天锤武魂。七长老，若我逼您使用全力，便算我赢，如何？逼我使出全力，狂妄！还好老七封号烈阳，很荣幸与您交手。烈阳斗罗。外附魂骨，宗主是不是早就知道唐三有外附魂骨了？这是他的3块魂骨之一。3块，可真是个小怪物。小三拥有的3块魂骨中，只有1块是母亲留下的，其他几块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。这小子在各个方面早已超越了当年的二哥。一个封号斗罗，对付一个60级都不到的魂师，竟然使用了第6魂技武魂分身。七长老并没有破坏规则，只要在4成魂力之内，他可以尽可能的使出一切魂技。小子，我可要动真格的了！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行。这孩子激起了老七的好胜心。只使用4成魂力的情况下，他能施展出的最强魂技就是第7魂技——昊天真身。结合武魂使用昊天锤，从整体魂力调动上已经快要超过4成。看来七长老是要违规呀！老七手下有数。这可是师兄唯一留给您的东西了。小三，小三。
小三，小三，小三，大伯。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迎见同行的小三，你怎么样？大伯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是英雄的气概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为天王，守护唯一的我，全心全意，永不违背。小三，姑姑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七叔呢？那小子人呢？不会让我轰碎了吧？这小子怎么上来的？宗主，你救他？他自己上来的。这不可能啊！在我七武魂真身全力轰击之下，他就算是不死，也得脱层皮。这绝不可能。老七，接受现实吧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还有个能够飞行的技能，在和你的对抗中，压根儿没用。不是，可是他……老七，最后你用了全力，这场比试你输了，而且这小子为了护住你的肩胛，才放弃了攻击，硬接下了你这全力的一锤。我输了。老七，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不能走。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答应他的事情，我就要做到。我在这里等他醒过来吧。月华，你可以去准备认祖归宗的仪式了。谢谢长老们的成全。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，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出色的年轻人。或许他就是昊天宗一直期待的那个人。只是希望他今后不要走上歪路，不要像他父亲那样。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。星斗大森林外围区聚集了太多混合区高阶魂兽，魂兽们互相攻击杀戮，星斗大森林已经完全陷入了混乱。星斗大森林这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估计要很久才能恢复了。要是他那个唐三在，那就好了。星斗大森林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之前他都能给小五姐远程助力，说不定这次也能想到什么森林疗法呢？森林疗法，我知道了。二明，谢谢你。是我？就是森林疗法，顺应天理。我们要用森林的力量去治愈森林。小五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不用我们管了？不是非要你们管不可，因为你们就是森林的力量。我们？二明，跟我走，去外围区。小五姐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自然法则教会魂兽们躲避天敌，趋利避害。对于星斗大森林的魂兽来说，10万年的你们就是这片森林的王者，不可抵御。所以，只有你们能将盘踞在外围区的魂兽驱赶回他们该去的地方。
当自然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让自己这一环发挥应有的力量，让一切回到正轨。听说人类世界有一种动物叫牧羊犬，是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呀？那我是不是该叫牧羊猿呀？昊天宗闭世20年，是不是也应该到了再现魂世界的时候了？族中上下多次提起此事，我想现在时机也应该成熟了。不，我不同意。阿叔，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看到的吗？现在看来，我们需要继续隐忍一段时间。是因为小三？昊天宗需要的是一位能带领宗门开拓禁区、锐意前进的领路人。我们老了，你也渐渐老了，而这孩子却不同，如此得天独厚的天才，我们绝不能忽略了他。他需要的是历练和培养。阿叔，您是愿意原谅昊帝了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为了宗门的未来，我还需要唐三证明他有扛起这份责任的决心。逼我使出全力，还没有受内伤，你小子的确有几分本事。谢谢西长老的夸奖，刚才我不过是侥幸附身。我看错了你，你是个好孩子。这肩甲对我来讲，是我唯一的念想。感谢你的话，我就不说了。愿赌服输，小子，我正式向你的母亲道歉。她虽然是一只魂兽，但我昊天宗也非狭隘之流，本无偏见。只是事情发展到后来，逐渐失控，才有了我这种老顽固迁怒于她。唐三，我同意你认祖归宗。你就是我昊天宗堂堂正正的弟子。进去吧，宗主和二长老在里面等着你呢。多谢宗主、长老同意我认祖归宗，完成我父亲的心愿。不知我是否可以去祭拜爷爷了？你父亲将宗门拖入困境，令老宗主直到离世前都无法原谅他。虽然我们允许你认祖归宗，不过他老人家一直期待昊天宗能出一个惊天骇世的后辈，带领宗门重回巅峰。你如果能为宗门做3件事，
不但你能认祖归宗，我们还可以让你父亲重新回归宗门，和你一起祭奠老宗主。好，我答应。这3件事极为苛刻，据我所知，斗罗大陆的历史上没有人能做到。这样，你还敢应吗？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做，因为这是我对父亲的承诺，也是对宗门的。第1件事，你必须在10年之内，魂力突破80级。我相信，我能做到。第2件事，10年之内打败武魂殿的一名封号斗罗。第3件事，当你的魂力达到80级时，要获得一个10万年魂环。二长老，这个条件大部分的封号斗罗都做不到。一般的魂师当然做不到，但未来要带领昊天宗的人，必须做到。这3件事虽难，也是宗门对你的期待。如果你能如期完成，你就是下一任宗主。届时你要做什么，谁也不会阻拦你。我会做到的。父亲，虽然这3件事桩桩件件都难如登天，但我会实现诺言，不负宗门和您的厚望。假以时日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带领昊天宗重回巅峰。昊天宗的担子就交给你了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我当年没做到的。从陛下的脉象看，应该是有人偷偷换了他的药。父皇的饮食还有入口的药物，都经过严格的检查，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的。难道是？报！殿下，您让我们在暗处设下埋伏，伏击可疑之人。刚刚有人落网了。是谁？人在哪儿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以下犯上！皇兄，快让他们放开我！把枪放下！是你换了父皇的药？你要谋害父皇吗？什么话呀？谁要谋害父皇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去父皇的寝宫？你不让任何人来看父皇，我就只能偷偷来了。难道只有皇兄一人担心父皇的安危吗？给我搜！放肆！我堂堂一国皇子，岂容你们对我动手动脚？薛清河，等父皇病好了，我定要替他主持公道。四弟。有人换了父皇的药，此事关乎于父皇的性命，我不能冒险。搜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堂堂四皇子，你们对我动手，就是亵渎皇家尊严。你会后悔的。继续搜。你可以怀疑我，但你要有证据。反之，如果父皇出了事，最有嫌疑的人不该是你吗？太岁殿下，有人要见他。
叶清河，今日的耻辱，我记住了。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我希望你能理解，父皇的身体不能有任何差池，我别无办法。大师，老师，太子殿下，请快将侍卫撤去，我们有要事和陛下禀报。前些日子，有人暗中换了父皇的药，此事还在调查当中，关乎于父亲的安危，所以在事情没有结果之前，恐怕不能让二位面见陛下，还请见谅。竟有此事？那陛下现在怎么样？目前并无大碍，只需要静养。莫非有武魂殿的人混进了皇宫？究竟是何人所为，目前尚未确定。二位面见陛下究竟有何急事？不如先跟我商议，我们共同定夺。武魂殿在星罗集结魂师军团往天斗而来。大师，此消息从何处而至？是否准确？是我一名在外游历的学生发现的，不会有误。太子，武魂殿之前就在四处吸纳魂师，如今他们的魂师数量绝对不会逊于天斗，现在又悄然集结，意图不明，恐怕是要生变。武魂殿此举确实可疑，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无法公然质询。我立刻派人去调查取证，此次天斗绝不能再姑息他们了。恐怕还要有防范之策。我马上调兵，死守国门，严把城关。大师，您是父皇亲封的魂师宗长，还需您亲自调集魂师，拱卫皇宫。微臣定不辱使命。我也会调集七宝琉璃宗精锐前来，辅助大师安排，以确保陛下万无一失。那就谢过老师了。太子殿下，事不宜迟，我跟宁宗主马上去安排。告诉武魂殿，行动要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是。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把给陛下的药吃了？他怀疑我了，我在没被他发现那颗药。现在还不是准备和他对抗的时候。不过通过他的反应，我可以确定这一切都是他做的。他怕我们扰乱他的计划。你笨蛋！眼下已经打草惊蛇，再想为陛下压制毒性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解药有何眉目？陛下所中之毒十分复杂，比我想象的要难许多。我怕他等不到我研制出解药。既然这样，必要的时候只能冒险。
如今你们已经突破了60级大关，我兑现承诺，饶他们不死，废去2人武魂。父皇，陛下，请保留朱竹云和戴维斯的武魂。你们怎么永远不明白这个道理？杀或废去武魂都不是目的，巩固皇权才是组织的核心。这是星罗皇室千百年来的经验。你们还年轻，低估了人对权力的渴望。比起权力的渴望，我们更想要自己的人生选择权。父皇，我知道星罗之所以由此组织，是因为曾经的宫廷内乱，但事实上，亲兄弟不一定会因为权力反目，更可能是相互扶持。够了！我已经因为你们的坚持而一再退让，但星罗基业的底线不能一退再退。你们是组织遴选出的强者，必须接受命运。放肆！胖子，别动！陛下，难道星罗皇室不担心这唯一的皇子也死了的话，星罗帝国将由谁来继承？放开他！我只是想提醒大帝，这组织害怕其他皇子面对权力把持不住，唯独只留太子一人。那组织能保证其他人不加害于太子吗？万一得逞，这星罗皇室可就亏大了。你想多了。胖子，胖子！击破永夜的溃败，正义奔涌流向血脉，渺小伟大的人将黑暗世界撕开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彩，燃烧因你而神秘的魂，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并肩同行的人重现一个时代，永不言败，是英雄的期待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不畏前往。被命运吞噬覆盖，心中的光炙热不改，残破不堪的黑夜终将破晓迎来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悲哀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